岁，来自甘肃学生。女嘉宾小郑，29岁，来自吉林文。欢迎两位哈。主持人好。好，交往2年了是吧？对，是2年吧？不到2年了啊？不到2年，1年0.5个月。当时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们俩在秦皇岛做兼职的时候认识的。哦，谁追的谁呀？是他追的我。当时喜欢他什么呀？我喜欢她温柔、善良、漂亮，还喜欢她文静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她跟我身边的人相比，我觉得相差太大了，我就特别喜欢她。哦，就是他跟你认识的人不太一样，说白了是吧？对，我就感觉她不一样。啊，他特立独行，对吧？对啊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年龄差距有点大，我就对这份感情就抱着一种怀疑的一个态度。哦，一开始就怀疑的态度。对。哦。但是他之后就是做的事情让我挺感动的，就比如说，就是我喜欢吃葡萄嘛，他就经常给我买。这就感动了。还有就是，你这感情生活还有就我不是跟客人发生了一些争执嘛，完他当时就觉得我挺受委屈的，完就是他为我打抱不平，跟客人吵起来了。我当时也觉得，他虽然年龄小，不过他就做的这个事情也特别爷们儿。完还有就是他平常也经常关心我，而且就是做了很多就是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的事儿。好，所以最后我就和他在一起。当时就是那个，我感觉他特别的不一样，所以我就特别喜欢他。哦，我就跟主持人说一下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吧。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还是他父母的原因。就是之前不是他爷爷七十大寿，他就挺想让我跟他一块儿过去。我本来不想去，因为最开始的时候，他父母知道我的，我们就产生一个特别大的误会。因为他父母对他最大的期待就是让他考研。完了，我们俩谈恋爱之后，他父母就觉得是我耽误了他的学业，耽误他考研，还耽误了他以后的前途。这次去吧，我就怕他父母会让我特别难堪，就是让我特别做一些没有面子的事。好，我打个点问问，是因为他放弃的考研吗？还在考研吗？不考了。不考了？为啥不考了？因为他父母之前就是特别的反对我，觉得我小没有担当，而且我还在上大学。我就觉得吧，我现在不上大学了，我去工作，我去那个赚钱，我努力养你，我让你父母看看，我不是一个没有担当、没有责任的人。那人家母亲没误会你啊，确实是因为这个爱情，人家不考研了呀。我父母也是，就是怕他之后没有收入嘛，完了以后我们的生活没有保障。你带他见过你父母了？没有，就是我父母知道我有男朋友，而且就是我们俩年龄差距有点大。行，主持人，那是这样的，就是我爷爷那个过寿，我想带他回家去见见我的父母。我当时是这样想的，虽然我父母就是特别反对他，不太看好，但是我觉得，毕竟这是我们的家宴，我带我女朋友回家，就算我父母再大的不乐意，但是也肯定不会说什么。但是他父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就是让我下不来台。就这件事情以后在我心中是一个心结，就觉得下不来台啊。当时我不是买着很大一包东西，就是想让他高兴高兴嘛。完了之后他父母，就是我到了那个饭馆之后，他连酒店的门都没让我进去，他就说那是他们自己家人的一个聚会，就我不方便我一个外人参加。我就以后就一直想到这件事情，我就心里就觉得特别就是感觉受不了。态度不代表这小子的态度。当时我也那个就是，虽然我父母态度对他是那样的，但是当时我也不顾我父母的反对，我就陪他一起回来了。我都没有过爷爷过寿，我就直接回来了。你真可以，现在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是他父母，因为他们家没什么关系，他是名牌大学。就是他父母现在最大的期望就是想让他考上研，他把考研这件事情都放弃了，他父母肯定就更加怪罪我，就是觉得我耽误了他以后的所有的一切，就我们的误会会越来越深。你害怕这个，所以你不敢往前走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而且这平常他做的一些所有的事情也特别幼稚。什么事儿幼稚啊？人家就是之前我是在办公室正上班。之后他就穿了一件就印着我们合照的一件 T 恤就过来。这有啥幼稚的呢？挺好啊。
就在我同事面前就是晃来晃去。因为我没有跟我同事透露就是我有男朋友。那你为啥不透露呢？因为我就怕他们就对我指指点点啊，说一些。指指点点什么呀？因为这都是他逼我的。因为他当时找一个特别不成熟的一个男朋友。接他碰着他那个男同事，他们俩一起有说有笑的出来了。他碰到我之后，跟他那个男同事说我是他的朋友，不是男朋友。我当时真的特别伤心。还有后来就是我发现他和他那个男同事经常一起发微信，具体聊啥他也不让我看。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我跟我的所有同事都是朋友关系，因为我们都关系处得特别好。他就是有这样的想法，我真的觉得特别可笑。不是你有男朋友，你为什么不能跟你的朋友分享这么开心的事情呢？因为我就想好好工作，就不想把私人的感情带到工作上。他其实就是要面子，因为他真正比我大了6岁，他不敢让别人知道，他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我比他小很多，还在上大学。别着急，你爱这小伙子吗？说实话。我其实挺喜欢的，但我们发生的这些事情，就是出现的这些矛盾跟问题，我到现在为止没听到你们俩有什么矛盾啊？那是他父母的问题吗？他父母的矛盾，就是他做的所有事情，有的地方就是让我压力特别大。他还做了什么事儿？你有压力啊？有一天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一款女性的腕表，就特别漂亮。我当时也就随口说了一句，因为我也觉得挺贵的，也买不起。之后他就往心里去了，他就坚持就是想多挣点钱，就给我买这块表。然后当时他给我买了，我也没收，因为我觉得买了。对，买了。多贵啊那表？4000多。我因为他当时不是看中那块表了吗？我就想着，作为他男朋友，我应该有所表示，然后我就去工作。后来还是钱不够，我就问我朋友借了点，就给他买了那块表。结果他当时他不要那块表。他的本意是好的，不过这样的话，就是我会觉得压力很大，跟他在一起真的挺累的，就是感觉。你累啥呀？他没对你做什么，这孩子一心一意对你好，你咋累呢？他就是做的地方有的让我真的接受不了。再比如说表你没接受好，还有别的吗？他后来竟然就是在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把他的户口本给到了我，说是让我们登记去领证。那就相当于向你求婚呗，就这意思吗？对。当时我主要是因为他的父母特别反对我，觉得我没有担当，我就说。你见过他父母吗？没有见过。那你怎么知道他父母说你没担当啊？他跟我说的，他就说他的父母对我有意见。你确定他跟他父母说过？确定。我父母就是对。你现在是越谈发现这个女人越特殊，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反正我就是越来越喜欢她。越来越喜欢，太麻烦了这事儿。来吧，你们来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哎呀，碰到一个这样纯情、深情又苦情的男生，真的是还挺心疼的。你看啊，因为你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，你身边可能都是一些小女生，很难得碰到她这样一个又成熟、温柔、稳重的女人，你就觉得哎呦，完全不一样了。但那是因为你的世界还没有打开呀。对女生来说是什么呢？你长她几岁，人生经历比她丰富，碰到一个对自己这么好又纯情的男生，你虽然没那么爱，但你舍不得拒绝他。其实这就是贪婪，我不一定能接受得了，但是我也拒绝不了你。可是你不能守着你自己不爱的东西，然后呢假装欺骗爱他，因为你这是在误导他。他这个年纪可能还不懂那么多，你要做的是引导，而不是误导。你拿什么父母当挡箭牌，然后说自己大6岁又怎么样，这些通通都是借口。如果你们两个人真的那么相爱，父母能看到子女幸福，他们一定会举双手赞成。所以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，你没有认定他是你终身伴侣，所以你才会在办公室男同事面前不承认他，所以你才会觉得他做的那些事情是幼稚的呀。真诚的面对一个对你这么好的男孩吧，如果喜欢就是喜欢，
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告诉他，引导他，这样才是对他好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2个幼稚的人，我认为我做的是不幼稚。这个刚才那2个女人说你幼稚的方面体现在为了一个女人连寿宴都不参加，过生日送户口本，穿着一个印着2个人头像的情侣衫晃来晃去，还有一些年轻人的幼稚，比如说年纪还不大却懂得如何去欺骗感情，欺骗父母，打游戏，和这些幼稚比起来，我喜欢他的幼稚。我相信以他现在的这种年龄呈现的这种幼稚，他成熟了以后会是个好男人。但恰恰是因为他的这种排山倒海的这种幼稚和勇敢，而你变得怯懦了。其实你总是说我们没有将来，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你内心是感觉配不上的。这种配不上，我不是说学历上，我也不是说家世上，更不是说年龄上，而是你觉得你缺乏他这样的勇气。其实我认为你们俩的确是不配的。你这样的男生，在经历过一次这样失败的感情之后，当你变得成熟起来，你会不喜欢这样的女人，那样的生活的厚重感。你慢慢的了解，你就会知道，她不是你心目当中所想象的那种大姐姐。明不明白啊？算了，不问你。你问他现在，他肯定说啊，不，我就要他。我分不掉是你的责任，你抓住机会啊！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真的特别爱你，我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一切。父母的态度可以慢慢的来，不管是你的父母还是我的父母，都可以慢慢的来。只要我俩是真心的，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不管是年龄还是其他的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俩都真诚对待，一定可以的，我们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要考虑一下。来，请亮灯。谢谢2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看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